让许忠义啊，住！我看这人挺实在，就留在我们炊事班吧。任你怎么都不会想到，仗变军统特训班的王牌特务，却因长相憨厚被炊事班王胖子看中。本想靠着专业技能潜伏进我党内部，如今却只能厨房当伙夫。可刚走进厨房，他就差点没惊掉下巴。眼下厨房里干活的人，身份不是部长就是团长。要知道，在军统里，这些大官可绝不会出现在这里。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一个刚刚被俘虏投靠过来的小兵，几位大领导却关怀之至，没有一点架子。后勤部李大姐更是为了他能够进步，特地安排他进入识字班学习。可这也让许忠义十分无奈，但眼下他只能硬着头皮答应。女大学生还得去识字班，什么事儿呢？当晚，许忠义便愁眉苦脸的来到识字班。可当看到给大伙上课的是一个清秀水灵的小丫头时，许忠义立刻眉开眼笑。白旭一下子替代了顾玉飞在他心里的位置，脑海里也开始幻想起来。可自己一个不留神，就成了白旭眼中的差等生，当即就被叫上台展示今天学习的汉字。这对大学生许忠义来说就是手到擒来。可写到一半，他却突然想起李维公的嘱咐，让他一定要装成一个文盲。一旦他暴露自己大学生的身份，很可能会受到我党的重用，而重用之前一定会做背景调查，那么他的卧底身份也将暴露。为了留下自己的小命，许忠义当即停止了动作，并做好挨骂的准备，谁料却得到了白旭的夸赞。5个字能写对2个半已经很不容易了。白旭意料之外的举动让许忠义对其好感剧增。就在他为自己蒙混过关沾沾自喜时，王胖子却对他产生了怀疑，因为他作为一个文盲，不相信同样是文盲的许忠义能够那么快就掌握2个字。他认为许忠义一定读过书，还警告他必须向组织坦白，不能有任何隐瞒。而面对王胖子的质疑，许忠义解释或许是自己天赋异禀，而且只要上课不打瞌睡，他也能跟自己一样。在许忠义的花言巧语下，王胖子便没再追究，可许忠义却依旧心事重重。作为一个大学生，想要装成不识字的文盲，那真的是太难了。尽管他可以用左手写字，可依旧觉得太过工整，根本就不像文盲写出来的。他一遍一遍的重写，看着不断烧掉的草稿，许忠义头都大了。突然一阵风将草稿吹落，许忠义看着地上的写字，突然灵机一动，既然用手写的太好，那就用脚写。虽然写起来很别扭，而且分分钟要抽筋，可写出来的字至少能蒙混过关。可做过卧底的都知道，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不是什么人都能承受的。巨大的压力之下，许忠义噩梦连连，直接发起了高烧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后勤部长和团长得知这一消息，不仅嘘寒问暖，甚至亲自下厨给他做饭，这是他在军统从未感受到的温暖。而在随后的聊天中，许忠义得知队伍由于物资匮乏，许多战士根本还没来得及在战场上杀敌，就已经被活活饿死。而在后勤部长眼中天大的难题，在许忠义眼中却是个小问题，当即就给李大姐出谋划策。你买一些羊放在老百姓家养，养大了这羊咱们不就可以吃和用了吗？关于报酬，老百姓不是缺盐缺茶吗？就给他整这。许忠义这一招，李大姐早就想到了。可眼下鬼子到处封锁，盐和茶这些都是严禁的货物，他们根本就没有门路。可许忠义却认为这根本就不是问题，小鬼子战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。而眼下那些汉奸是最害怕的时候，只要和他们取得联系，告诉他们这里缺什么，他们就恨不得立马给送过来，争取能够戴罪立功。许忠义一顿献计，让李大姐大加赞赏，当即就表示要去跟领导请示，并表示要是真的成功，那许忠义可就立了大功。可大姐刚走，许忠义却恨不得打死自己。我给八路出上主意。让许忠义没有想到的是，自己随口一说，真的解决了军队的后勤难题。为此，首长决定让许忠义入党，还非要当他的入党介绍人。可许忠义深知，一旦入党，那他离死就不远了。但几个月的相处，他也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这个大家庭。在经过深思熟虑后，他决定坦白自己的身份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他的坦白，州长并没有感到意外，反而十分高兴许忠义能够坦白，并表示眼下有一个任务，许忠义就是最合适的人选。而这个任务便是让他回到军统执行卧中卧。